嘿，你知道吗？菲律宾居然是全世界加密货币采用率第6高的国家。这不仅是一个投资的天堂，还是个让加密货币变成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地方。今天我就带大家来聊聊2025年，如果你想在菲律宾投资加密货币，有哪些你一定要知道的小撇步，还有跨境支付怎么玩才最省钱。影片最后我会分享几个超实用技巧，记得看到最后哦。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关心菲律宾的加密市场呢？其实菲律宾的货币历史和加密货币的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而这些故事对于了解今天的加密货币市场会有很大的帮助。说到菲律宾的货币历史，我们得从它的基础货币开始讲起。菲律宾的官方货币是披索 （Philippine Peso）， 简称 P。那么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呢？这背后有一段不太为人熟知的历史。菲律宾的货币体系最早可以追溯到西班牙统治时期，那时候菲律宾人使用的是西班牙的货币，特别是西班牙的披索。这段时期的货币可以说是货币历史的根源，对后来的货币系统影响深远。当时的货币是由黄金、白银等贵金属铸造而成，这些货币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菲律宾在西班牙殖民结束后，经历了美国殖民时期。这时，美国的美元开始进入菲律宾，并逐渐成为菲律宾货币体系的一部分。美国对菲律宾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货币上，还包括了教育、经济结构，甚至是银行制度。先说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吧。菲律宾虽然是个发展中国家，但它的加密货币采用率高得吓人。在这里，大约有1600万人在用加密货币，无论是投资、支付还是汇款都可以用。尤其是当地的交易所，像 Coins、PH、Hub、DAX， 基本上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回到今天的主题，为什么菲律宾会成为加密货币的热点呢？这其中有几个重要的原因。首先，菲律宾有着庞大的外劳群体，特别是在中东和东南亚等地的工作者。这些菲律宾外劳每年都会进行大量的汇款，而汇款的传统方式往往需要付出高额的手续费，时间也比较长。根据国际汇款公司 World Remit 的统计，菲律宾是全球汇款金额第3大的国家。这个市场每年有超过300亿美元的汇款流入，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汇款费用如何降低，速度如何提高？这就是加密货币的出场时机。加密货币，特别是比特币，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数字资产，可以帮助人们以更低的费用更快速地进行跨国汇款。你知道吗？很多人用加密货币来汇款，因为比传统银行便宜太多了。再来，当地还有个叫 PHPC 的稳定币，就是跟菲律宾比索挂钩的那种，超方便，波动还小。这让我真的觉得加密货币在这里不只是个投资工具，简直像生活用品一样方便。我们再来看看为什么菲律宾的加密货币市场发展快速。其实这与菲律宾政府对加密货币的态度有关。菲律宾的金融监管机构，特别是中央银行，对加密货币持开放态度，并且积极寻求监管框架来保障市场的安全性。2017年，菲律宾中央银行甚至批准了首批加密货币交易所的运营许可证，让这些交易所能够合法运营，进一步促进了加密货币的普及。而且越来越多的菲律宾企业也开始接受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作为支付方式。这不仅让当地居民能够更方便地使用加密货币，还促进了加密货币在菲律宾市场的接受度。那么加密货币在菲律宾怎么用呢？我觉得可以分成3大块来说。先说最经典的用途，汇款。菲律宾有超过1000万海外移工，每年寄回的钱可能高达好几十亿美元。以前要靠传统银行或者汇款公司，手续费超贵，但现在有了加密货币汇款，费用可能只剩几块钱而已。然后现在越来越多店家开始接受加密货币付款，什么超市买菜、餐厅吃饭，都有机会直接用比特币或其他加密货币支付。最后还有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边玩边赚的区块链游戏，像 Axie Infinity 之前就超红的，甚至有些家庭把这当作主要收入来源。但尽管如此，菲律宾的加密货币市场仍然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是教育问题。很多菲律宾人对加密货币还不太了解，这使得加密货币的普及速度受到了限制。因此，许多加密货币公司都在积极进行市场教育，提供简单易懂的教学资料，帮助民众理解比特币和区块链技术的基本概念。另一个挑战是区域性的不平等，有些菲律宾的偏远地区网络基础设施相对较差，这使得使用加密货币的普及度受到限制。虽然大城市中的居民可以轻松接触到加密货币，但在一些偏远地区，人们的接触程度仍然有限。不过，菲律宾的加密货币市场依然充满了机遇，许多加密货币交易所和支付平台正在进行本地化调整，让更多的菲律宾人能够享受到加密货币带来的便利。例如，有些平台专门针对菲律宾市场开发，支持菲律宾披索进行交易，这使得加密货币交易变得更加简单。那么，作为华人投资者，我们应该如何抓住这个机会，参与到菲律宾的加密货币市场呢？首先，了解菲律宾的金融环境是至关重要的。虽然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正在加速，但市场的波动性仍然存在，尤其是对于加密货币这样新兴的资产类别来说，风险管理非常重要。说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好奇，如果在菲律宾要在哪里买比特币啊？别担心，这里整理了几个最适合的交易所。第一个是 Coins。PH 这基本上是当地最主流的交易所，操作简单，还可以直接用菲律宾披索交易。
适合刚入门的朋友。如果你已经比较熟悉加密货币的操作，推荐 BDEX， 这是菲律宾的官方交易所之一，安全性很高。而如果你是进阶玩家，当然少不了币安，它是全球最大的交易所，功能非常全面。不过要注意，有些功能可能需要 VPN 才能使用。最后还有eToro。这个平台有个特色，就是你可以直接跟其他高手学交易策略，适合想边学边投资的朋友。菲律宾的政府对加密货币的态度还算友善，但监管也非常严格。比如说，所有交易所都必须通过 BSP， 也就是菲律宾中央银行的认证，还得遵守反洗钱和 KYC 政策，确保交易透明。但税务这块可能比较麻烦，因为规范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在菲律宾有加密货币收入，记得找个专业税务顾问，这样比较不会出问题。最后跟大家聊聊跨境支付。这应该是华人投资者最关心的了吧？其实秘籍说穿了就3个字：稳定币。比如 PHPC， 它跟菲律宾比索挂钩，价格波动小，拿来做汇款和支付非常划算。另外选对平台也很重要，像是币安和 Coins。PH 不但支持多国货币，还能有效降低手续费。最后就是控制汇款次数和金额，避免手续费不小心多付了。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也觉得菲律宾的加密货币市场很有潜力呢？菲律宾的加密货币市场的发展已经迎来了非常大的机遇，无论是对于汇款还是对于投资者来说，这个市场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对于华人投资者而言，菲律宾的市场具有很大的潜力，值得我们关注和参与。未来随着菲律宾金融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加密货币将在当地市场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华人投资者若能早早介入，无疑将抓住一个巨大的机会。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有兴趣，记得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分享给更多朋友，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充满机会的市场吧。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